我叫李卓言啊。其实翟佳宁跟谁 PK 都有点像在欺负人了，但除了我，因为大家说我是唯一一个看上去比翟佳宁更狠的人。我跟他 PK 算是以暴制暴，但其实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了。但是我确实从小就被狠人包围，特别是小时候，学校那些小混混觉得我长得太拽了，会来堵我，很无辜啊，长相是天生的。有人一出生就在罗马，我一出生就在罗马斗兽场。但我是个很 peace 的人，我根本不想惹事。他们说你这么拽，你混哪的啊？我说我混2次元的。这也太反常了。他们觉得我更挑衅，我很害怕。但幸好我有一个哥哥，我小时候很崇拜我哥，他是一个真正的狠人。小小年纪就开始抽烟，怎么打怎么骂都不屈服。我妈放弃了，给他买了一份重疾险。受益人写的是我妈自己，就是如果我哥没事的话，我妈会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；但是如果我哥有事的话，我妈会有一个美满的人生。母凭子贵吧。我哥还喜欢带着刀出门，然后旷课去 KTV， 家里人不给他钱之后，他找了份兼职，挺适合他的，在 KTV 切果盘。所以我在外面被别人欺负，我第一时间想到他，我问他怎么办，他跟我说很简单，你要么打赢他们，要么加入他们，但是你是我的亲妹妹，你不能加入别的帮派。我来教你怎么打。哎，我哥啊，是我认识打架最厉害的人了，他要教我打架，不直接来学校帮我打。我说哥怎么了？你要上课吗？还？他说你不懂，我不方便亲自出手，你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才走到现在这个地位的。我都不知道在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。我说在外面应该是警察多吧。都说你不懂了吧，那叫条子。其实我有怀疑过，我哥应该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血雨腥风，他可能只是跟风叛逆而已。因为当时很流行一个电影叫做《古惑仔》，我哥在学校组了个帮派，7个人结拜，有6个都说自己是陈浩南。就《古惑仔》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，就是铜锣湾只能有1个浩南。我哥学校6个。我问他那还有一个是谁？他说是教父。我说不是同一个体系的吧？他还去纹了一个陈浩南的同款纹身，这么大一条过肩龙，纹了好几个小时啊！我用圆珠笔给他。他还不敢在家里纹，大夏天中午拉着我上楼顶。当时阳光晒在他身上，晨光握在我手里。热的2个人都不耐烦，他一直催我好了没呀，好了没呀？我说，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很会打，但肯定是不太会教哈，因为他采用的教学方式居然是实战训练。老大哥亲自跟我打，哎呦，毫无保留啊！毕生所学全使在我身上。我哥没把我当外人，也没把我当人。训练频率也是看我哥心情哈，一般是2天1练，啊，如果他心情不好就1天2练，蛮有趣的。其实因为他会放着音乐来打嘛，就我很容易能掌握他出招的节奏，就是那首歌一到重音他就会出拳，我按节奏躲就行了。
跟玩劲舞团一样的。但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一首歌，就是《霍元甲》。这首歌重音太多了，太密集了。嚯，半个8拍出了8拳。唱 K 的时候，别人一点这首歌，我都想哭。我的朋友跟我说，他说啊，这首你也能哭吗？我说你不懂，太痛了。后来我离开家了嘛，上大学，我哥留在家学吉他，因为他看到摇滚歌手在演唱会上砸吉他，他觉得太帅了。学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自己不喜欢弹，就喜欢砸，喜欢的是打击乐。但家里没这个条件，不可能砸锅卖铁给他砸木头吧，他总得去挣钱。有一次回家，我妈说：“你有空去看看你哥吧。”我说：“哪个监狱啊？”他说：“监什么狱啊？你哥去了亲子餐厅上班。”哎，我很好奇，我就去看了。他给一个我爸那年纪的人打下手嘛，又通过明厨亮灶那个监控，我看见那个人一直指着我哥骂。哎，你别说啊，亲子餐厅配上辱骂，感觉还挺像一个家。不同的是，以前我哥肯定会顶嘴甚至还手，但现在他只是一直在和面，不停和。嚯！监控是只有画面的嘛，辱骂声是直接从厨房里传出来，挺难受，因为声画不同步。心酸，肯定心酸，但也庆幸吧，因为我以为他迟早会进局子，结果进了个饭店。就感觉命运的齿轮卡了一下，刚好卡在了饭点。喜欢玩刀，在厨房里工作；喜欢当大哥，在亲子餐厅，有的是人喊他大哥哥。也不用担心外面是兄弟多还是仇家多，现在外面骑手多。我觉得我哥变得有点陌生了，但其实还是很熟悉。后来我跟他说：“我说，哎，我看到那个人骂你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紧张。”总觉得你随时会给他一拳。我哥说你不懂，我不方便出手，面团好粘手。加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那直接投吧。希望你们已经习惯这种口音了，然后可能你们也看不出来，我真的很高兴能看见你们。我只是单纯脸长得有点臭而已，脸长得有点臭嘛。看上去不太友善什么的，我甚至有个朋友他跟我说过，他说：“哇，你长成这样，不抽烟很浪费哦。”我是怎么知道自己脸真的有点太臭？就是我居然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帮我穿鞋，当时是在溜冰场，我不会穿那个溜冰鞋，我让一个游客帮我穿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游客，直到。他帮我穿完之后，他抬起头跟我说：“那我现在可以溜了吗？”我跟他道歉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拒绝我呢？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人就是这样的，不敢说什么，你脚上又穿着2把刀。”哎，我觉得我在他眼里面，我可能是那种，就是如果在路上突然背后痒了，会强迫一个路人帮我挠痒的那种人。你过来，手干不干净啊？你过来帮我挠一下背吧。哦，这个你不用管，这只是我身上背着的几条人命而已了。脸臭是天生的，我小时候也长这个样子，但说实话，小时候是不会有人给我递烟的。我这种长相只会被别人看不顺眼，甚至有一些嘴比较坏的人还会说我丑。主要是上学的时候嘛，我只要经过一群男生，他们就会开始打闹，他们都会喂，你老婆
有病吧？你老婆？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，因为就算我你老公那样骂回去没有用的，起不到一点嘲讽的作用，因为有些女生是真的愿意找一个丑男当老公的。喂，你老公啊？对呀，哎呀，他人很好的。但长大之后情况就好很多了，没有人说我丑了吧？有时候也会被夸了，就是从小一直被说丑，到现在长相才被接受。哎，难怪说颜值就是正义，因为正义总在迟到。有时候我发一些演出照在网上，会有网友在下面评论说“姐姐杀我”。背上又多了几条人命。我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不是丑啊，你这种叫做长得有高级感。就是如果你在农村的话，肯定还是丑的。在大城市，大家会觉得你很酷。你到了什么米兰那种地方，大受追捧。我没有去过米兰，但我去过农村，很准。”但有什么用，对吧？难道有一天我被拐到东南亚，然后村民就会开始围观，然后我的头套一被摘开，他们就，哇，喂，你老婆吧？那个人贩子在后面都懵了，他说啊，不是吧，没有人买吗？我听说他在米兰很抢手的哦。这样也是因为审美确实一直在变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朋友说脸臭就是高级感，因为我以前有唇钉的时候脸更臭，但我不觉得那有什么高级感。有唇钉之后，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侮辱我的话，他只需要往我嘴上扔一块冰箱贴就行了吧。所以其实我对于长相上面的称赞还是有点警惕，就好像唐朝是以肥为美的，对吧？但瘦的人可能就很可怜。就其实唐朝一开始真的是以瘦为美的，我甚至觉得杨贵妃其实没那么喜欢吃荔枝，她只是以肥为美之后，她想尽办法快速增肥，然后刚好听说岭那边有一批货很猛。万一皇上又换口味，喜欢那种什么大腮帮子的话，妃子全都得去嚼槟榔。整个后宫都是方块脸，皇上一推开后宫的门，哇，来了，我的世界。所以其实我有猜想过，我觉得武则天当初之所以选择登基，可能也是不想再迎合任何人的眼光。她14岁就要开始讨好中年男人，自己熬到中年之后要去哄小奶狗。她可能有一天在想，怎么穿个衣服都要看别人眼色，烦死。那我穿龙袍算了。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李卓言。今天的主题是工作。大家都知道我是毕业于就是 BJ 的 Junior College， 就是北京的大专。对。我呢以前也在一个 Internet share place be responsible for turn on the computer。对，在网吧开机子。我也做过一个世界500强企业的 BA， 就保安。我太喜欢他。但是今天都不讲这些东西，今天要讲的是我人生印象最深的一份工作，是艺人身份赋能营销师。什么？就是扮演假粉丝接机。有意思了，朋友们。我第一次干这个工作是在我高考失利之后。那个时候我同学介绍，一次100机场集合，普通地铁几块钱随便坐，机场快轨25一趟，我没坐过。我第一次出站一刷卡，咣当，扣我25。我说有黑客。人说孩子就是25，我说你也被黑了。后来所有人告诉我就是25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因为我意识到回去还是25。
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虽然我的路费已经达到了50，出门还买了一个肉夹馍，所以说这趟活我只能花了55，只能挣45。但是我想没关系，干。到那之后呢，助理给我们每一个人发物料、发海报，先给你50，找艺人签完字结剩下的50，要求是越疯狂越好。我实在是喊不出来，我看那个艺人一出来，我看着他，我说。我实在喊不出来。我左边有一个大姐，她看到艺人喝了一口水，那个大姐，我说你是多少钱的呀？你这不得500？她说我是真粉丝。我说这个比不了。我说赶紧要个签名就走吧。到那儿我说哎。签个名可以吗？当时在机场给我发物料的那个助理，他伸手拦我。我说签个名可以吗？他，哎，我说，哎，无间道，不结尾款。他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到签名的。当时我大脑又一片空白，因为如果我拿不到签名，等于我自发来这儿捐了一个肉夹馍。娱乐圈太黑暗了，连假粉丝的钱都骗，我要成真粉丝了。当时知道这事儿之前，我说哎签个名可以吗？非常礼貌。知道这之后，我看着他，我说我要签名，哥哥。所有人退避3尺。我左边那大姐，你别喊了。我说怎么了？我瞅你像我婆婆。当时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定要签名。我说签名，签名，没人拦我了，助理也不拦我了，因为就是只要再拦我，我直接就50。啊，艺人就给我签，拿过来签字，签完了给我，我拿过来一看，字迹潦草难以辨认，还是要害我。还是要害我，到时候说我自己签的怎么办？当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说你，再签一个。艺人懵了，啊，助理也懵了，啊，助理说，你要150，黑吃黑。我说我要155，这边。那艺人说给你签，给你签，你要咬人还是干嘛去？他签一半，他说，你喜欢我多长时间了？我说差不多得了。50的不含表演，想看完整表演，请开黄金会员。当时我说签名，他给我签，签完了之后给我说你看行吗？我拿过来我给助理，我说你看行吗？助理说行就行。当时呢，我的工作结束了，他旁边有一个真正的粉丝，那个大姐说：“哎，打个招呼可以吗？”那个艺人连看都没看，他直接就往前走。啊，我以为他会非常生气，但我没想到他说：“好酷哦！”我不行了，我说他连理都不理你，你这样吧，我拿一张海报，我说你别问为什么，直接拿这个海报找助理领50块钱。啊，他说不，我想要这个海报。对我的那时候年少冲击太大了，冲击太大了。有一个跟我一块干的兄弟就劝我说：“哎，干嘛这么大冲击呢？你以后干不干？”我说：“以后我真不想干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别不干，这活多好啊，就站明星旁边，什么都不用干，给点反应，实在不行傻笑就行，还有钱拿。不干白不干，我想天天干。”我说：“呀，有道理啊，大哥，你怎么称呼？”他说：“我叫阎鹤祥。”我1年没见着明星了。哦，不是明星，是少主。真的，我发现我的人设做得太低了，跟那些人设高的完全就不占便宜。人设高的，他理都不理你，你站了很多小时，你出去啊，你不理他，完了之后他觉得啊好酷哦。我在剧场外边要碰见我的观众说合张影，我说不方便，我的观众直接会说你装你，你什么东西？哎，也没观众管我要签名。我在上海演出啊，我上次来上海，一观众说哎签个名，我说可以，他看着我说笔呢？我说我给你找。
我找完给他，他给我签了一个。但是呢，真的做这个行业之后，我才发现人设做的低才好，这是我长大之后的感悟。首先，第一，我的人设没法塌房啊，我怎么塌？我都不是人，我怎么塌？我没得塌，我怎么塌？我学历造假。哎，你说你是新东方老师，你是清华毕业的，你都得拿一个论文，人家觉得啊也就这样吧。我不用啊，我在演出北京，我说sin 30°等于1/2，底下大哥牛啊，对学习了啊！我没法塌呀。但是最近网上的确说我要塌了，啊，的确说我要塌了。他们开始传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他们说付航塌房了，原因是学信网查出付航的学历竟然是本科。我不想澄清，人都让我澄清，我说不澄清，就这样吧。我也想进步啊。你见过塌房往上塌的吗？连点普通塌房我塌学区房。我呢，发现观众什么都能包容我。我看其他人一说要结婚啊，其他人都说哦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其他的观众啊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。我演出的时候试了一下，我说我可以结婚吗？底下观众哎你可以结扎。他禁止野生动物表演。当时我就发现，我其实这个人设还挺好的啊，没有什么负担，比较真实。但是我发现也避不开。前两天接了一个活儿，甲方跟我说要提供安保，我说如果我演完出还得穿制服给你站岗，得加钱。他说不是，是给您提供安保。我说如果你给我提供安保，就会出现全天下之最尴尬的情况之保安保护保安，那保安也太安全了。我就希望这些荒唐的事少一点，不要看这些舞台上边觉得这个人是谁，其实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一面。非常感谢你们送了给我一场完美的演出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丽。紧张哈？我反正是不紧张。对，我们今天我不比赛了嘛，就是简简单单开个场啊。你说省得原来每次演完，都有弹幕说演成这样还能这么高的票，就是靠名气吧？不装了，就是靠名气才来这个节目的，跟蒋龙一样。你知道干了这么多年脱口秀，终于不比赛了，你知道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吗？哎，不说了。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。这一期我还是准备的非常认真的，不是写稿，主要是练刚才那首歌。你们也知道我的水平，我还专门请了一个老师，他就跟我说你要想唱好这首歌呀，你就要用更难的歌来练，所以他就让我在家练梁静茹的《会呼吸的痛》，然后我就每天在家里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练了1个多月，我还行，我隔壁大爷受不了了，来敲我的门说小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连呼吸都痛的话，你就不要唱歌了，好吧？你这个痛啊，跟想念没有关系啊，不要再唱了。我刚看新闻说咱们小区的房价突然降了，我怀疑就是让你唱的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啊，但我就是不喜欢比赛，但我喜欢我的工作，喜欢讲脱口，但我主要是不喜欢和周奇墨一起工作。就是他可以为什么这么受人尊重，我也想要。我嫉妒他，我接受不了。你知道最令人生气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一边记住他，我又一边忍不住尊重他，因为他真的很令人尊重。就是他不光脱口秀讲得好，性格还特别好，格局还特别大。你看他刚刚演开场，比自己比赛还认真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可以说是把人啊都做绝了，不留给别人一点生存空间。我真的有的时候，他坐我旁边往那看一眼，我都喘不上气。他把我搞得我现在都不喜欢好人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更愿意跟有缺陷的人待在一起，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跟他说：“我说你明天能不能别来上班了？我想跟王建国多待一会儿。”他不同意，他说：“我不上班，你养我呀？”扣题。这就是不比赛的脱口秀的魅力。我不瞒你们说，他就是我最羡慕的那种人，就是话少。我常常想他是怎么憋住的。
为什么我就憋不住？我就是那种话很多，很不容易让人尊重，就是那种别人刚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女的好像有点东西的时候，我就立马多说几句话，向她证明这个女的没有。我这种感觉别人不懂，丹姐原来肯定懂。你说一个人，我就想不通，一个人如果懂得一件事，怎么能忍住不给别人讲讲？多么自私呀！你别说我懂的事儿，我不懂的事儿我都想讲。有一次我去看一个音乐会，被旁边的观众认出来了，然后他就说啊，杨丽，我很喜欢你。我说谢谢。然后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，我就跟他讲了一些我的音乐理念。然后他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。散场的时候，我实在有点没忍住，我说你不是挺喜欢我的吗？他说我是挺喜欢你的，但是我更喜欢安静。人想说安静，我做不到啊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天分。安静的，好想看杨笠参加浪姐。真的人真的不能话太多。就如果你特别擅长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，你的情绪在别人的眼里就会变得毫无价值。我最好的朋友叫阿玉，但是我从来不尊重他，因为我已经认定他的话多且无用。我跟他说什么事儿，他说杨丽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但相同的事儿，如果我去问周奇墨，他不用说我都能学到东西，因为我默认他懂，他不用教，我会自动的学。比如说我跟周老板说，我说我想做一个自己的工作室，然后他说，然后1分钟就过去了。我说你不用说了，我懂。我确实我不太适合做老板，我太冲动了。那我要是去做直播呢？他说，我说我又懂，直播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了，而且这个对实体经济都有伤害，我不干啊。那要不我去做导演呢？他说，我说是也不太行哈。那要不我去死呢？你会不会能有所触动一点？你会不会至少能对我说一句一路走好？然后我也没得答案，我就走了嘛。过了10分钟以后，周老板过来找我了，他说：“杨丽，你刚刚说的问题呢，我仔细想过了，我觉得吧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杨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是去年大学毕业的，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。然后节目组就说，那这期主题你可以刚好聊一下哲学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方向。这咋聊呀？就是没有工作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我辅导员还劝我乐观一点，说翔宇，你暂时找不到工作这个事儿呢，它也有好处，你就可以刚好保留应届生干净的身份。我光有这个身份有啥用呀？同学聚会，人家说啊，我现在在大厂上班，5险1金顶格。我说那怎么了？我可是应届生。你已经跟资本同流合污了，我还是清清白白。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，而我就算饿死，我也是应届生。我墓志铭上就写于翔宇，他的一生是应届的一生，没给资本出过1分力。因为我这个专业确实没有什么对口的工作，我就提前干过很多兼职跟实习。我一开始也干过补习老师，教小升初1对1，所以来上课都是些什么家里开公司的或者拆2代的有钱小孩，搞得我就没有任何立场劝他们好好学习。小时候我老师跟我说的是咱好好学习，考好大学，找好工作，过好的生活。但这帮小孩他已经有好的生活了，搞得我每次骂他们我都很心虚。我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那长大以后可就只能出国留学了。你难道希望跟你同学一样，就当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房东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当是为了我学，你让老师挣2个钱儿吧。老师不花，都给你攒着，以后租你们家房子。后来补习老师这条赛道就没了嘛。然后又去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，那种大厂嘛，就是经常干到1、2点，也没有加班费。我说领导这么干我实在受不了了。领导说这怎么了？这很正常啊。翔宇，你学哲学的呀，存在即合理啊。当时给我哲学世界干崩塌了。我学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事的存在它都不合法。
算就合理啊。我都有点后悔读哲学了，我就应该学法学，什么他人即地狱，我想送他进监狱。哎呀，但是我也就是嘴上说说啊，就是完全没活干的时候又会着急上火，还好有京东念慈庵鸡热清帮我降火，6大天然草本成分像应届生一样干净。因为我毕业的时候真的是一个 offer 都没拿到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想着什么整顿职场，我甚至想过用《资本论》整顿职场，说没有人可以拿走我的剩余价值。一毕业发现真没人拿。就我的剩余价值不会年年有余吧？而且如果完全没人用我的话，我这个都不能叫剩余价值。一道菜如果有人吃了，剩下的厨余垃圾都可以勉强叫做剩余价值。而我这种应届生，就相当于那种没有开封的5仁月饼，包装精美，原料干净，日期新鲜，但就是没人动，而且还是会每年新生产出来一批拿来送给老板。老板说：“哎呀，饼太多了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”现在真的是想卖点力气都难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，今年还有很多公司直接撕应届生 offer， 就是春招秋招给应届生发了 offer， 临入职了毁约，说这个岗位没有了，你去找别的活吧。我觉得这不纯耽误人吗？你这个点让人上哪儿找活去？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恶心程度就相当于，比如说今年年初。爱奇艺就定了我可以来录节目，快开录了跟我说啊，我们这边选手已经满了。我说那我咋办？我为了来这儿，我把别的活都推了，我连春招我都没去。你说现在让我干啥呀？你干点啥不都可以吗？你年纪轻轻的一身力气，要不你就去种地吧，少年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错过了春招，别再错过秋收了。这事儿给那帮大学生都逼疯了，突然没活干了，也找不到工作，都开始在评论区找工作了。就哪个撕 offer 的帖子最火，就在下面留言，说求捞，墩墩，走过路过的好心人，有工作踢踢我。还有个 HR 在下面找补，说这个公司虽然撕了你们的 offer， 但至少给你们保留了应届生的身份。您可真是个大善人，我可得感谢你，只是玩弄了我的感情，没有真的玷污我啊。这公司不要脸的地方就是裁员撕 offer， 只要给了点赔偿金就都合法，但你还是会本能的觉得不合理。大家想要的就是个确定感，你上学上班，人生慢慢走向正轨，现在就是会有人突然把你正轨毁了，然后跟你说，哎。那你现在自由了，你的人生不是轨道，是旷野，那才是你牛马该去的地方。我就看着那帮同学蹲在那儿找工作呀，我都想说，要不实在不行就都来干脱口秀吧。我们这边今年2家大厂都在扩招。既然在哪儿都被当作笑话，那咱至少可以 stand up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香宇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我是毛东。大家好，朋友们。哎，最近你有没有看一个那个消息？就是据说退休年龄从60延迟到65了。看了。我爸今年62了，本来已经退休2年了。看到这个新闻之后，我爸吓一跳，他还问我呢。他说：“我这2年是不是算gap 呀？”他以为还要回去上班，朋友们，我甚至觉得他宁愿回去上班，因为我爸他享受不了退休生活，他没爱好。我之前尝试挖掘过他的爱好，我问过他，我说爸，我说你业余时间喜欢干嘛？他说他喜欢抽烟喝酒打牌。我说爸爸，爱好和陋习之间呢，还是有些区别的。爱好，朋友们，一般需要你付出努力，陋习只需要付出一些寿命。我爸说：“那我爱好遛狗。”我说：“遛狗现在已经快成你的陋习了，陋习要付出寿命。”我爸遛狗主打付出一个狗的寿命，他太好遛狗了，他遛狗太狠了。
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有多好遛狗。前几年我老家郑州有一次下大暴雨，我当时看了新闻之后很担心家里，打电话慰问他们。我说爸爸，我说家里雨大不大？他说可大。我说水深不深？他说水已经过膝盖了。我说没事就别出门了。他说中。我说你这会儿干啥呢？他说我遛狗了。他遛狗了，水都已经过膝盖，他去遛狗了。朋友们，我家狗是个泰迪呀、就这么高。我说爸，你想让狗死你就直说。就我家狗那个身高，朋友们，仨狗叠一块都活不了一个。正常情况下来说啊，我爸喜欢遛狗，但狗也喜欢出门，完美。直到前2年，我爸开始沉迷一个那种走路能够攒步数赚钱的那个 APP， 他就开始试图用这个 app 填补他的 gap。我爸自从有了这个 app 之后，每天固定出门为这个 APP 打工6到8个小时，就纯走。我帮他算过，1个月大概能赚1块7毛5左右。而且我爸主要是每次出门都带狗，狗崩溃了。我家这个狗泰迪哦，它叫毛毛，今年15岁了。按照人类跟狗这个1比7的年龄换算，105岁老太太，一个100岁老人，天天跟着我爸出门高效燃脂，6到8个小时。哎，我家狗现在8块腹肌 ，BMI 只有9，体脂巨低，健美老太君属于是。上次我回家，我爸要遛狗，走到门口把门打开，主动邀请他说：“毛毛，走吧，出门转转吧。”我家毛毛，105岁的老太太，用尽她毕生的智慧和演技，在那儿装傻。哎，谁是毛毛啊？我是毛毛吗？有些忘却了。我爸前段时间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说，他说，要不，咱给狗也配个手机，注册个账号，1个月可以多赚1块7毛5。我说爸，我说咱就算这个2手手机500块钱，24年才能回本，而且钱的事儿咱暂且不提哦。24年，毛毛是不是有可能撑不了那么久？狗在旁边说，撑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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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爸说，手机只要不坏，咱可以换狗啊。我说，哎呀，你挺能啊，爸爸，这么创新的劳动关系让你给发明出来了，世袭打工狗。你想啊，我家狗最开始来我家的时候，也不是因为简历有多优秀，能力有多强，就是因为便宜，应届生嘛，属于是。后来刚来我们公司之后，对领导极尽谄媚，非常能产生情绪价值，一叫名就来，给个饼就接，还特别能舔。到最后才发现啊，这领导是个傻缺，天天为了1块多的项目让他累死累活，但他想走也不敢走，年纪大了找不到下家。你出去怎么说？别人面试问你说，今年年纪多大了？过35了吗？刚过一点儿，105了。真的，我家狗现在，我感觉已经对于流浪狗啊没有什么优越感了。之前它是不太看得上外面那些灵活就业的狗的，觉得不稳定，天天在外奔波。现在它也自己天天在外奔波，而且奔波的很稳定。我自己后来发现啊，就是我爸天天折腾狗，我也有责任。我陪伴太少了。有一次我良心发现，打电话给我爸说：“我说爸，最近我忙完了，回去多陪陪你。我说家里缺啥你跟我说，我买。”我爸跟我说，狗说还缺个手机。讲这么多，谢谢大家，毛豆是毛豆。好美啊，好美好美。我好美是吗？那你养我呀？啊。怎么场子突然变得这么的有点悲伤啊？没有关系，我这一篇是纯骂人，没有任何意义啊！大家好，我叫唐香玉，我平常的工作除了说脱口秀，也做短视频。短视频呢，经常会遇到一些争议。最严重的一次是我吐槽了宝宝碗，宝宝碗在网上还挺火的，大家知道吧？知道。啊，就是有一些情侣吃饭，俩人点1碗。
男朋友拿个小碗给女朋友分出一口，有的还炫耀，说没有被偏爱过的女生不会懂，谁没有男朋友做的宝宝碗，谁就是没人疼。啊，这太好笑了。我就发视频吐槽了这个事儿，谈个恋爱的还吃不上饭了呢。结果在网上被骂了整整2天，说我见不得别人幸福，缺爱，心理变态。更离谱的是骂我寡妇，长得克夫。我说我咋找不到老公呢？哦，已经被我克死了呀！还艾特男朋友来骂，骂贼难听。我说你再骂，我就克你了。我不光克我自己的夫，我还克别人的夫，我人尽克夫。再加上营销号的各种搬运啊，这个事就闹大了。当天微博热搜迅速冲到第8，力压马斯克。老外我照样克。啊，来的都是客。热度越来越高，删了也没有用，删了又跑到我其他视频里去骂，株连9个视频。就在我实在受不了，准备要退网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啊！转折点来了啊！我的偶像王嘉尔官宣了国内巡回演唱会，咔咔几个热搜，直接把我顶下来了。我当时就反应过来了，我根本不是没人疼。没有被偏爱过的人不会懂。听出来了吗？我已经疯了，跟人家有啥关系呢？但一个普通人热搜上挂一天，就很难不疯啊！我啥也不敢发了，这个活风险太大了。我突然觉得吃男人给的饭也没啥不好的，我也找个人养我吧，谁找不到呢？我连夜注册了一堆社交软件，专门匹配厉害的，啊，最起码得是男硕士，全日制的啊。我的最爱，筛选出很多有联合国什么项目的大使，福布斯青年领袖，还有探险家。哇，探险家！上一次看到这个 title 还是哥伦布。我很俏皮的给他发了个语音，我说最近有没有发现新大陆？他说他喜欢玲娜贝尔，不喜欢星黛露。这样的口音条件，我俩还聊了3天。第3天，他就想来我家探险，我都不知道我家有危险。我说那你能不能救救我？我把热搜发给他，他说对不起打扰了，你别挂我可以吗？只有一个弟弟没有退缩啊，还得是年轻人啊。他是一个00后，比我小7岁。啊，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坏。弟弟虽然年纪不大，但特别 man， 可以说是一个小小男子汉。我很喜欢管着我啊，跟我说话都是你给我好好休息，你给我好好吃饭，这也太霸道了。马斯克见了也得叫声总裁啊。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：“你给我买双鞋吧。”我说：“那我还是给你好好吃饭吧。”还特别喜欢说：“哦，我带你去啊，带我去迪士尼。”但攻略我做的，票我买的，这个带体现在哪里呢？是带我坐了地铁吗？我会坐地铁呀，要不是你，我都打车了。就甚至我朋友圈发过的旅游的照片，他转发给我说下次带你去。你们可能我发了是我去过了，我又不是偷的别人的朋友圈。行，那你带就带吧，我看你怎么带。哦，全程就给我买了1瓶水。哦，原来是小额带啊。没有这瓶水我就渴死了呢。我说你可别再带我了，我现在都害怕，将来你走的那一天，会不会也要带我一起走？他说这就是一种说法啊，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在他面前，我可以永远做一个小女孩儿。这也太宠了吧！但现在这个小女孩要自己养小女孩，还要养你这个小男孩，好像比我当独立女性的时候还要独立啊，甚至有点为母则刚了。怎么人家找对象有颜有钱，我找对象儿女双全？他说这就是问题的所在，你发现了没有？就说我这个人嘛，性格太强势了，啊，说在我眼里看不到对他的崇拜感，男人都需要崇拜感。我说你花我的钱，我还要崇拜你，我咋不祭拜你呢？小小年纪咋爹味这么重呢？我上网还查了啊，说这种叫爹系男友，这个名字一听就有伦理问题。我这是真的，我这个还存在赡养关系。不上班我赡养你啊！终于扣题了。网上对爹系男友的评价还挺高，说是遇到这种男生会很幸福，会把女朋友宠成宝宝。我一看宝宝，那不行，那我的碗岂不成了宝宝碗？我这不是背叛了我自己吗？所以最后我说，要不咱俩还是算了吧，不是我不孝顺，实在是忠孝不能两全呀。好，大家谢谢，祝你们开心，谢谢。